我妈走了还不到1个月，您就急着寻新欢。啪的一声，老公建刚被我爸狠狠来了个耳光。兔崽子们，你们有什么资格阻止我追求幸福？看到老公被打，我心里也挺不舒服。爸，您都85岁了，再婚有啥意思？我和建刚照顾您就够了。公公一听，气得直跳脚。顾之，你们给我伺候，是不是想占我退休金？面对这位老顽固，多说无益。第2天，公公把75岁的菊姨带回了家，甚至答应1个月给她1500元的工资。菊姨的2个女儿、女婿、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外甥都来了。90平米的2室一厅，热闹的就像个酒吧。第2天没亮，我就接到了邻居的投诉电话：小芝，你公公家一晚上没睡，又是聊天又是蹦跶的，真受不了。我一边道歉，一边赶到了公公家，结果公公和菊姨都不在。我赶紧拨通公公的电话：爸，您去哪里了？电话里传来公公愉快的声音：我陪菊姨买3斤。中午，趁菊姨上厕所，我赶紧对公公说：爸，您可得小心，毕竟她也有孩子，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对您？这句话完全惹怒了公公，他花的是我刘家庆的钱，哪是你们的？刚出厕所的菊姨一脸委屈，抓起包准备离开。家庆，我就是外人，我走了算了。公公看着菊姨哭得梨花带雨，心疼的不行，反而对我大骂：顾之，你给我滚出这个家，以后别再来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公公直接推了出来。转身的那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菊姨狡诈的笑容。尽管老公气地说要和他爸断绝关系，但毕竟血浓于水。中秋节那天，我们买了很多肉和水果，想着和公公一起过。谁知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公公和菊姨的孩子们有说有笑，仿佛一家人一般。我们在那里不受待见，只好默默起身离开。临到门口，菊姨的女儿追过来，热情对我们说：就在我们这儿吃点吧。老公的脸色瞬间阴沉的像快要下暴雨的天。10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单位工作，突然接到了菊姨的电话：小芝，听说你爸住院了，快点来医院。我挂了电话，立刻和老公赶往医院。咨询医生后，我们得知公公的腿骨折了。爸，怎么搞的？您在家怎么会摔骨折了呢？公公听到老公的声音，闭着眼，不发一语。我瞥见菊姨的眼神飘忽，心里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菊姨，我爸到底是怎么骨折的？他这才犹犹豫豫地说：你爸是去接我孙子放学的时候，不小心摔的。我听后一阵无奈，真是气笑了。他自己的孙子居然连1次都没去接过。虽然生气，但总得有人看护公公。菊姨却说她熬不了夜，家里的女孩也都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下只能由我和老公分班照顾，我白天负责，他晚上上班。常听说照顾老人不容易，这回我算是真切感受到了。早上我给他洗脸，公公却嫌水温太低。中午我给他去买饭，他又觉得食堂的饭没有营养。晚上老公陪床，公公抱怨健刚打呼噜声太响。折腾了10多天，我俩真的是筋疲力尽。在和医生商量后，我们决定带公公回家休养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恢复不可能跟年轻时一样。可没想到，公公气愤的扬言要和我们绝交，指责我们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根本不关心他的生死。为了不让他生气，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不去看望，眼不见为净。时间转眼就到过年，我儿子刘小瑞大学放寒假回家，提出想去看爷爷，我们自然不能阻止，便心情复杂的陪他去了。
公公见到久违的孙子，似乎十分激动，眼里闪烁着泪花。但谁能想到他一开口，我差点气得吐血。小瑞啊，爷爷告诉你，活着没意思，早死早舒服。说完，他还委屈地流下泪水，这把小瑞吓得不轻。他赶紧走上前，拥住公公的脑袋，急忙用袖子给他擦眼泪。爷爷，您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公公摇摇头，用手指了指心脏的位置。小瑞，爷爷这是心病，你爸和你妈不孝，你绝不可学他们，伤了老人家的心。听完公公的话，我和建刚对视无言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我们已经名声在外了。从公公家出来时，恰好遇到了邻居张大妈，她一看到我老公，就拍了拍他的背。建刚，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怎么现在变得如此不孝？不论外面人怎么说，你都要记住，刘家庆是你的亲爹。说完，张大妈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懒得解释，干脆就当自己是个恶媳妇了。快5个月没说话的公公，居然主动给建刚打电话，称有急事要见面。建刚一听肯定没好事，便决定让我一起去。公公见到我，满脸的不情愿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建刚直截了当地问：爸，您说有急事，到底是什么？公公摸了摸后脑勺，转头对菊姨说：你跟建刚说吧，反正他就是我的儿子，你也是一家人。在公公的推动下，菊姨笑着对建刚说：建刚，我想借30万，是为了二丫买房。菊姨提到的二丫是她的二女儿，平时住在乡下。还没等建刚说话，我就插嘴了：菊姨，这房子总价是多少？他有些羞涩的回答：总价35万。我一听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菊姨，总价35万的房子，还想跟别人借30万，这合理吗？买房总得自己出点钱吧？菊姨被我这一对，脸红得像个苹果。这时公公火了，他站起身，指着我就开始叫嚷：顾之，我告诉你，那钱都是我儿子建刚挣的，你凭什么不借？公公这样说，我也不想继续装下去了。爸，我跟建刚是一对夫妻，他挣的钱就是我们的。你喜欢菊姨，那你把钱给他啊，干嘛紧盯着我们？公公突然跑到我面前，挥手给了我右脸一巴掌，瞬间我的眼泪扑扑掉下来。我这么大都没被我父母打过一下，竟然在他这里频频受辱，怎么能轻易放过？我朝他打了2拳，然后冲到客厅，找了个擀面杖，把所有能砸的东西砸了一通。建刚知道我心里委屈，也不拦着我任我发泄。最后公公还是一气之下被送去了医院。这次谁想照顾谁随便，我才不去。10几天后，老公带回消息，说公公想让人给他找个台阶，让我主动去认错。我一听，气得火速上升。建刚，你居然是个不分对错、没有是非感的人，真让我失望。他知道自己理亏，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一天早上，我还在梦中，突然被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打开门，看到公公、菊姨，还有菊姨的二女儿二丫站在外面。一进屋，公公就开始自打嘴巴，左右开弓，没完没了。爸，您这是干嘛？我紧紧拉住他的手，他才停了下来。小芝，几天前我做的不太妥，别放在心上，毕竟我已经是个快不行的人了。公公话音刚落，我赶紧接过来：爸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从来没和您计较过，过往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说完，我准备去厨房忙活，谁知公公接下来的话几乎让我惊掉了下巴：小芝，二丫买房子的钱始终没凑够，我在想，不如让他一家搬到我那儿住好了。我心里顿时警觉起来：爸，
那您把房子让给二丫一家，您和菊姨住在哪里呢？当然是住你们这里，你们有责任赡养老人。二丫立马插嘴，你们不也没给我妈花钱吗？我这张嘴可不客气，直接反击，你知道赡养是义务，那你自己赡养你母亲了吗？如果真的在赡养，为什么她75岁还要再嫁？如果没赡养，你们又为何不担当呢？二丫一听，立刻翻了个白眼，你们不也没管我吗？我妈现在花的钱都是柳叔的退休金。看着她那无知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。我爸每月退休金1800块，支付菊姨的工资1500后，只剩300。你猜他们怎么生活的？我意味深长地扫视一圈，继续道：我爸和菊姨的生活费全是我和我老公出的，请的保姆也是我们掏的钱，家里的煤气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宽带费、手机费、物业费，所有开支都是我们在解囊。而你作为子女，除了不愿意出1分钱，连借钱要老人帮你筹房都不觉得不好意思。我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公公、菊姨和二丫都愣住了。我诚心邀请他们留下吃饭，他们却坚持要走，我也不好强求。8月2日那天，建刚像往常一样陪着公公去银行取工资，结果发现账户里只剩下4块钱，这可让公公愁坏了。经过多方查证，才发现公公的工资卡被人办了副卡，工资一到账就自动转到了副卡上。爸，您之前有给别人办过卡吗？公公摇摇头，表示没有。爸，您再好好回想一下，有没什么人带您去过银行？建刚的话还没说完，公公突然拍了拍脑袋，恍若想起了什么。那天我菊姨的儿子小东带我去了一趟银行，似乎想让我当什么担保人。建刚一听，心中怒火中烧，没想到菊姨的孩子竟然如此无耻。他气冲冲地带着公公回到家，准备理论。这时的小东正躺在床上看视频，见到建刚进来，立刻坐起身。小东，你是不是办了我爸的工资卡的副卡？他连忙摇头，表示没有。建刚努力压抑心中的愤怒，耐着性子又问了一遍，你真确定没有？小东听后开始哭哭啼啼，闹着要撞墙，声称建刚不相信他，在欺负他，不把他当成家人。听见争吵声的菊姨也从厨房赶了过来，她看到小东一脸委屈，不禁心中一紧，也有些不满。建刚，你没做过调查就认为小东是小偷，难道不太武断吗？没想到公公也跟着附和，建刚，菊姨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冤屈好人。建刚看到公公这一副装好人的样子，怒火中烧，果断决定报警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小东一下跪倒在地。建刚哥，别报警，我知道错了。说着，他跪着一步步走到建刚面前，紧紧抱住他的腿不放。菊姨见状，也无言以对。最终，小东在大家的见证下，将副卡交给了公公，这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。自从公公和菊姨在一起后，麻烦不断。他提议和菊姨拍一套婚纱照。当建刚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毕竟我和建刚都还没拍过呢。尽管我感到震惊，但还是陪着他们去拍照。周末，我推掉手头的工作，亲自开车送他们去照相馆。可到了目的地，菊姨却显得很不满意。小芝，这么简陋的地方，能拍出什么好婚纱照？看到菊姨不高兴，公公也跟着大喊要换地方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打电话给建刚，让他赶紧来想办法。大约20分钟后，建刚赶到了，还带着另一位男士。爸，菊姨，这位是全球顶尖摄影师，专门从美国赶回来。
建刚边说完后，朝我点了点头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一听说是全球顶级的摄影师，菊姨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。她屁颠屁颠地跟在所谓的摄影师后面，积极地摆各种姿势。原本要花3000块的婚纱照，最后在建刚自己 P 图后，仅花了几百块。当照片呈现在他们面前时，菊姨连连夸赞，果然是顶级摄影师，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周末我去给公公送排骨时，接到菊姨的电话：小芝，你路过的时候记得给我带2个榴莲。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他居然让带2个榴莲，他以为我有钱呢。我自己也想吃榴莲，已经很久了，却一直舍不得买。当我拎着排骨和榴莲到公公家时，才发现菊姨的孩子们全在。他们一看到我手里的榴莲，像苍蝇见到粪便一样，一窝蜂的扑上来。榴莲，我们想吃榴莲。我立刻制止他们靠近，你们等着吃就行了，我去给你们开榴莲。说完，我就把榴莲搬进厨房，3两下就打开一个，简直痛快。剩下的一个直接扔给他们，只听见他们小声嘀咕：2个榴莲怎么才开了这么一点？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那天我在牙科工作时，给顾客洗牙，抬头却看见小东带着2个男的朝我招手，心里一阵厌恶，但为了家庭和睦，我还是强忍着不快走了出去。嫂子，能不能免费帮我朋友洗个牙？你看看他们的牙特别黄。他边说边让那俩男的咧开嘴，给我看他们的牙。不能。我说完就转身走开，只留下他站在那里发呆。我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他们家这么无耻的。晚上我和老公去看公公的时候，菊姨又在一边告状一边哭诉：小芝，就算你看不起我们家小东，也不应该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。听他这样说，我心里一阵不舒服。菊姨，小东问的是能不能免费，既然他问了，我当然要如实告诉他不能。这都是什么道理？小孩都懂，我用得着跟他解释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东西？你能告诉我一下吗？听到我这样说，他便不再说话。晚上，建刚躺在床上默默无言，似乎心里有事。为了逗他，我故意在他耳边大喊了一声，吓得他抖了一下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：你这小子想什么呢？他叹了口气，跟我说：我爸今天跟我说，等他死后要和菊姨一起埋，那我妈怎么办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到时候他都不在了，埋谁又关我们什么事？建刚听后立刻露出了笑容，还不忘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。老婆真聪明，不得不说，公公真是恩将仇报。婆婆在世时一直为这个家庭操劳付出，没想到她竟然想和新欢一起安息。这个周末，公公给我和建刚打电话，告知我们必须去一趟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俩一听，心中倍感沉重，知道这肯定不是好消息。果然，刚把饭菜摆上桌，他便站起来，先看了看我和建刚，再看看菊姨的那些孩子们。孩子们，我和阿兰商量过，等我们归西后，这栋房子归二丫，因为在你们姐妹中，她的生活条件最差。还没等公公说完，我便放下筷子，插嘴说道：爸，您可能记错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每个月的房贷也是我在还。您和菊姨只有住的权利，却没有处置的权利。菊姨一听，立马不高兴了：小芝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当初如果刘家庆没有房子，我怎么会嫁给他？公公见菊姨发火，也急了起来：小芝，你和建刚有3套房，给二丫1套又有什么关系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算得这么清楚？公公的这番话让我差点气得吐血。
我猛然站起来，朝众人喊道：我们有3套房子，这都是我和建刚靠自己的一点一滴辛苦积攒的，到底算不算一家人，还真得再说。说完，我就冲出了门。菊姨无耻，公公糊涂，真是天生一对。为了避免和他们正面冲突，我就减少了探望的次数。公公也并不在意我和建刚的关心，但是越是想躲，他们的事越缠着我。菊姨住院了，他们的孩子提议让我和建刚派一个人去轮流陪护他。建刚作为男人本就不方便，只好让我亲自上阵。忙了一天工作后，我刚趴下眯眼，菊姨就把我叫醒了。小芝，我想去厕所。我被她吓了一跳，急忙清醒过来，扶她穿好鞋子，搀着她去洗手间。我在门外等着。小芝，我好了，快进来。听到这话，我赶紧进去搀扶她，却没想到她却递给我一包卫生纸，给我擦屁股。我的腰扭了。没想到这是他想给我出难题，故意折腾我。菊姨，我的腰也扭了，干脆不擦屁股，直接穿上吧。说着，我帮他把裤子穿好。顾之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快80岁的老人？我撅了撅嘴，一脸无辜的回应：菊姨，您说您快要80岁，就算800岁，我也没办法给您擦屁股。谁让我的腰扭了呢？用他的手段来对付他，果然有效。第2天，菊姨死活不让我去陪护，省事了不少。我本就不想去，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菊姨出院后居然要求我和建刚也出一笔钱，其实加上医保报销，总共也就2000多块钱。为了解决麻烦，建刚直接掏了钱。他说这就当是朋友结婚时的随礼了。最近公公常常抱怨自己腿脚不灵便，想去远处走走，但根本走不动。经过商量后，我和建刚决定花1万多块买了一台德国品牌的电动轮椅给他送过去。公公在小区里转悠了几圈，赞不绝口地说买的东西真实用。之后还邀请菊姨和他一同去老年文化宫。作为儿女，看见老人乐呵呵的，我们心里也特别踏实。没想到，等我们周末去公公家时，发现电动轮椅已经不见了。我试探性地问公公：爸，电动轮椅放在外面吗？我进来帮你推一下，别丢了。说完，我朝门口走去，这时公公却叫住了我。小东把电动轮椅借走了，他说工作单位离家远，坐车不方便。我一听，心里火冒三丈。爸，不论值多少钱，那是我和建刚给您买的，您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还没等公公回应，菊姨就跟着插话：小芝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小东只是暂时借用而已，再说他也是自己人。公公连忙附和：对对对，菊姨说得好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分你我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更不舒服，立刻拨打了小东的电话。顾之，你打电话干嘛？他显然察觉到我来意，口气很不好。我平静地说：小东，我又买了双拐和担架，你一并拿去用。电话那头的小东顿时怒火中烧，没等他发作，我就挂掉了。菊姨觉得我欺负了他的儿子，打开衣柜准备收拾东西要离开。嘉庆，我在这个家里永远是外人，连我的孩子们也要承受这种待遇。公公满脸心疼，把菊姨抱进怀里，不停地安慰她：阿兰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，你是跟我过的，不是跟他过的。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，我心里真是难受，转身就走了。后来听建刚说，公公又给菊姨涨了100块工资，他才不再哭闹。他们家的人都是唯利是图，真是无耻至极。10月份的一天，公公打电话说保姆王姐做的饭菜不好吃，汤也不合他的口味。我一听，
立刻知道菊姨他们又想出了新把戏，便直接问道：“爸，您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。王姐在这里照顾您8年，之前怎么从没听您说过她的厨艺差呢？”公公被我一对，愣了一下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你菊姨的女儿大丫失业了，她说想来咱家照顾我和她妈。我想了想，挣钱给谁花都是一样的，您觉得呢？既然公公都这样决定，我也不能当坏人。再说，照顾的好坏跟我无关，直接关系着他们的生活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和建刚买了一些牛羊肉，还有蔬菜水果，送到公公家。早上9点多，大丫还没到做早餐，饿得老2口只好啃面包充饥。我见他们这般情形，心里不忍，立即给他们煮了点面条。刚吃完，大丫就来了。我一脸不满，问他：“大丫，你每天几点来做早饭？”他眼神闪烁，瞥了菊姨一眼，回答说：“我妈和柳叔说早饭不用过来，他们自己能解决。你也知道，我家离得远。”我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大丫，老年人3餐一定要按时吃，人年纪大，偶尔饿一顿可不行。你为了挣这点保姆费，完全不顾你妈的健康吗？”他尴尬地笑了笑，却一句话也没说。公公和菊姨似乎也默默无语，估计每天饥饿的感觉实在不太好，真是忍不住笑了。王姐，今天你回来继续工作，工资涨100，以此表示我对你多年来辛勤工作的感谢。我不管公公的胡来，该照顾他的身体是我的责任。在端午节前的一天，我刚好休息，去公公家帮王姐一起包粽子，没想到菊姨一直凑到我跟前，我心里明白她肯定有事要提。小芝，你的同事中有没有和二丫年纪相仿、家庭条件不错的单身男士？我调侃着回应：“菊姨，就算真的有，您还想让二丫再嫁吗？”她愁眉苦脸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二丫离了婚，自己带着2个孩子，生活该怎么办？”我一听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和王姐聊起南方与北方吃粽子的不同习惯。菊姨见我没搭理她，便回卧室躺下了。我心想，菊姨是想找个人让她来照顾二丫的孩子，这种事情我可绝对不愿意参与。又到了中秋，菊姨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她已经无法坐起，只能整天躺着。每当我有空，就推她出去晒晒太阳。虽然她没说什么，但我看得出她对我的态度不再那么敌对，多了几分感激。小芝，你对菊姨还有恨意吗？她真诚地看着我，那一瞬间，我的鼻子有些发酸。我不恨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她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看着她逐渐消瘦，我心里不忍，最终还是把她送进了医院。因她的孩子们没时间陪护，只能花钱请了2个护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。医生一再表示，再继续住下去也没有意义，但我实在不忍心，无法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在我面前消逝。菊姨倒是想得开，她说自己能活到这把年纪已是福气，便嚷着要出院。我顺从了她的决定，把她送回了家。半个月没见面的老夫妻紧紧相拥而泣。菊姨最终还是离开了，尽管她的孩子们一次也没来探望，但在她临终前仍旧对他们怀有各种的牵挂和不舍。或许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吧。出殡的那天，小东和二丫在门口拦着，不让抬棺材的通过。他们对着公公一顿推搡，小东甚至大喊：“姓柳的，你把我妈还给我！”看着他们痛苦的模样，我忍不住想笑。建刚立刻冲上前，将小东推到一旁，死死地保护在公公面前。二丫见状，立刻急得跳脚：“哎呀，我那苦命的妈呀！
您尸骨未寒，姓柳的就动手打人了。他的哭喊声比院子里的唢呐声还要响亮，吸引了许多路人过来围观。我气得走到他面前，一把拽起他，强行拖到菊姨的棺木前。二丫，你最该在你母亲面前忏悔，她临走前还想着给你找个有钱人帮你养孩子，可是你呢？有没有来看过她一次？有没有？我的语气一下将他的无耻给压制住，他这才稍微安静了点。埋葬完菊姨后，公公时常显得恍惚。我明白，看着婆婆和菊姨的相继离去，对他也是一次次的打击。可没想到，小东天天来闹事。起初我不想理他，但他一直纠缠。这天一早，他又在门口叫嚣。我猛地打开门，几乎是瞬间将他拉了进来。小东，你想干嘛？直接说。固之，这个房子也有我妈的一份，这是他和柳叔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公公听了，终于有些急了，他耐心地对小东解释：小东，这个房子的房主是小芝，每月的房贷也都是他在出，所以你母亲并没有什么份额。小东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固执而无耻地坚信这个房子是有菊姨的一份。没办法，我只得拿出我的绝招。小东，你还记得当时偷偷给你爸申请副卡的事吗？我可一直留着告你的权利。听到这话，他迅速反驳：固之，你根本不讲道理。你当初在我妈面前明明说过不追究，现在竟然……我笑了笑，小东，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回敬他，要不要试试？他神情不甘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无奈离开。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，公公又开始嚷着要结婚。小芝，你觉得隔壁的张大妈怎么样？我连忙摇头，爸，我觉得张大妈的外表和您的气质不太合适。公公听了，立刻走到镜子前，仔细打量着自己帅气的外形，然后冲我点头。小芝，你说的对，爸也觉得她的外形条件不怎么样。晚上，我正打算睡觉时，王姐发来了微信：小芝，你公公向我求婚了，这该怎么办？看着王姐的语音，我都快气笑了，赶紧把她给建刚听。建刚，我真怀疑你爸得了结婚狂。婆婆刚走不到1个月，她就娶了菊姨，如今菊姨走了不到半个月，她又想娶王姐。建刚一脸无奈，转向我问：小芝，那咱们该怎么办？我摇头，表示也没主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建刚就赶到公公家，看到他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。建刚，小芝，爸经过考虑，还是决定娶王姐当老婆，毕竟她照顾了我8、9年，彼此也挺了解。听到公公这番话，王姐立刻从厨房里飞奔出来：柳叔，您都可以当我父亲了，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。看到王姐当场拒绝，公公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他怒气冲冲走了过来，正准备对着王姐抬手，幸亏被建刚及时拦住了。爸，请您别再胡来，婚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您都83岁了，不是38岁，怎么能强迫别人和您结婚呢？公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火，便转身回到卧室。王姐心里害怕，提出了辞职，不想再次面对公公的怒火。失去了王姐的照顾，短时间内又找不到合适的保姆。我和建刚商议后，决定先把公公接到我们家住。尽管公公心里不情愿，但他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只得听从我们的安排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我妈正好来参加朋友的婚礼，也需要住到我家。公公和菊姨的孩子们在一起嘻嘻哈哈，仿佛成了一家人。我和建刚各住一间，公公住一间，我妈住另一间。谁知早上还在梦中，就听见我妈的尖叫声。
我和建刚立刻跑了过去，看到公公竟然睡在我妈的床边，毫无醒来的迹象。建刚面露尴尬，急忙去推醒公公：“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芝早就给你安排好房间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建刚拉着他爸的手臂，准备把他往外拖，可没想到公公使劲挣脱开来，又快步坐回我妈的床边，笑着对我妈说：“亲家母，要不我们俩一起过吧？”这话一出口，我妈立刻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。刘家庆，我呸！由于情绪过于激动，我妈整个人都开始颤抖。公公满脸困惑地问：“亲家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未婚，为什么不能一起生活？”建刚越听他父亲的话，越感到荒唐。“爸，您别再说了。”说着，他使劲把老爸推出了门外。关上门后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。“妈，没想到您老了还有这样的桃花运。”话刚说完，我妈就揪住我的耳朵，气愤地骂：“你这个死妮子，连我开个玩笑也敢调侃！”我疼得赶紧求饶，他这才放开手。公公在我们家住了6天，总是执意要回去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只好送他离开。后来我和建刚通过家政公司给公公找了个保姆，打算看看效果如何，如果合适就长期请，不满意再换人。我观察了1天，发现这个40多岁的保姆既勤快又干净，暂时觉得还不错。可没想到，当我们再次过来时，这个保姆已经成了公公的妻子。他给他的薪水是每个月1800块，要知道他自己的工资也只有1800块。对于公公的决定，我真是无法理解，甚至感到震惊。建刚更是气得面部扭曲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老爸大发雷霆。“爸，您这是要活到老，嫁到老吗？”公公一听，猛拍桌子站起来，怒道：“你们有什么资格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？”我和建刚当即被赶了出去，公公还扬言要和我们断绝关系。自从被公公赶出来，还被扬言断绝关系后，我和建刚心里都憋着一股气。但毕竟他是建刚的父亲，血浓于水，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对他不管不顾。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。新保姆似乎很得公公的欢心，公公每天都和他形影不离。可没过多久，新保姆就开始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一天，我接到公公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公公的声音听起来很是焦急：“小芝，你快来一趟，出大事了。”我心里一紧，以为公公出了什么意外，急忙和建刚赶到了公公家。到了之后，却发现公公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涨红，新保姆站在一旁，低着头，眼神闪烁。“怎么了，爸？”我急忙问道。公公愤怒地指着保姆说：“这个女人竟然背着我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现在还不承认。”我看向保姆，她开始还支支吾吾的辩解，说那些东西是他不小心收起来的，后来在我们的追问下，才吞吞吐吐的承认是他拿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几件比较名贵的瓷器，打算拿去卖钱。建刚气得脸色铁青，大声吼道：“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我们请你来是照顾我爸的，不是让你偷东西的。”保姆见事情败露，突然跪在地上，哭着求饶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家里孩子生病了，急需要钱治病，我一时糊涂才做了这种事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，东西我都还回来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公公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有些心软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算了，东西还回来就算了，你也别在这里干了，我再找别人。”我和建刚对视了一眼，虽然心里不满，但看公公都这么说了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保姆走后，
公公显得很是失落，他坐在那里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。爸，您别太难过了，这种人不值得您同情。我轻声安慰道。公公苦笑着说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怎么就遇不到一个真心对我的人呢？从那以后，公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找保姆生涯，可是找了好几个，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没干多久就走了。有的是嫌公公脾气古怪，有的是觉得工资太低，还有的是受不了公公3天2头就提结婚的事。看着公公日益憔悴的模样，我和建刚心里也不好受。建刚常常唉声叹气，说他这个做儿子的太不称职，没能让父亲安享晚年。我则安慰他说，公公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，不能全怪我们。就在我们以为公公会一直这样孤独的生活下去的时候，公公又有了新的恋情。这次的对象是一个跳广场舞认识的大妈，据说这个大妈性格开朗，能说会道，把公公哄得团团转。公公又一次陷入了热恋，他整天和那个大妈黏在一起，还经常带着她出去旅游。为了讨大妈的欢心，公公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拿出来给她买各种礼物。我和建刚知道后，都很担心公公又会被骗。建刚找了个机会和公公谈了一次心。爸，您和这位大妈才认识没多久，您对她了解多少呢？您可别又被人骗了。建刚语重心长地说。公公却不以为然，他生气地说，你们怎么总是不相信我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难道还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感情吗？见公公这么固执，建刚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果然，没过几个月，公公就又遭遇了一次打击。那个大妈在花光了公公的钱后，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公公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她，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，甚至开始拒绝和我们交流。看着公公这样，我和建刚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决定不再和公公计较以前的那些矛盾，好好的陪陪他，让他重新感受到家人的温暖。我和建刚经常去公公家，给他做饭，陪他聊天，帮他打扫卫生。一开始，公公对我们还是有些抵触情绪，但慢慢的，他也开始接受我们的关心了。有一天，我们在陪公公聊天的时候，公公突然说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总是给你们添麻烦，还做了很多糊涂事。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我这个年纪能有你们这样的儿女在身边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听到公公的这番话，我和建刚都很感动。建刚眼眶泛红地说，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公公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。我们也不再提他以前那些荒唐的事，而是一起规划着未来的生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公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他的行动变得更加不便，需要人时刻照顾。我和建刚商量后，决定把公公接到我们家里来住，这样可以更好的照顾他。公公搬到我们家后，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，但在我们的细心照顾下，他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我每天都会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，建刚则会在下班后陪他下棋、看电视，日子就这样平静的过着。虽然有时候公公还是会耍一些小脾气，但我们都尽量顺着他，让他开心。有一次，公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关于老年人相亲的节目，他突然感慨地说，我这辈子结了这么多次婚，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其实，真正的幸福就在身边，就是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。我和建刚听了公公的话，心里都很欣慰。我们知道，公公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又过了几年，公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已经无法自己行动，只能躺在床上。我和建刚
每天都守在他的身边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在公公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把我和建刚叫到身边，握着我们的手，眼里含着泪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的好儿女。我这一辈子虽然做了很多错事，但能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”说完，公公闭上了眼睛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公公的离去让我和建刚都很伤心，但我们也知道，他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，去了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。